我常年在外地工作，楼下大妈却天天在业主群里投诉我家噪音大。我耐心解释家里没人，她反手就报了警，说我家聚众赌博。于是我连夜飞回，带着民警站在家门口，果然听见了里面的麻将声。可正当我开门时，楼下大妈跟在民警身后，脸色却比我还紧张。只听咔嗒一声，门被我推开一道缝，一股污浊空气扑面而来，紧接着是男人们粗俗的叫骂：他胡了，给钱给钱！客厅里乌烟瘴气，4个男人围着自动麻将桌，烟雾缭绕的像是失火现场。其中一个背对我光着膀子的男人，正是我楼下住户张翠花的儿子禽兽。这时我身后的警察脸色一沉：谁报的警？谁是户主？闻言，4个男人齐刷刷的扭过头，脸上的表情从兴奋凝固成惊愕。而跟在警察身后的张翠花，在看清他宝贝儿子的一刻，脸上那点得意彻底崩塌，只剩下煞白和慌乱。于是我压下胸口的恶心感，从包里拿出证件，举到警察面前。警察同志，我是户主父亲，我常年在1线城市工作，这房子一直空着，根本没人住。话音刚落，禽兽也看清了我和他妈，还有我身后的警察，吓得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只听咣当一声，椅子被他带倒，重重砸在地上。就在这片狼藉中，张翠花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个小蹄子，总算回来了！你看看你家这噪音，天天吵，吵得我心脏病都要犯了。我这把老骨头迟早被你折腾死！见状，警察皱眉拦住他：大妈，你先冷静一下。现在是你儿子在人家户主的家里，请你解释一下吧，这是怎么回事？闻言，我开始环顾四周，那是我花了半年积蓄精心布置的家。可现在，我专门定制的米白色沙发上布满了烟头铺路，光洁的木地板上，瓜子壳、啤酒瓶、塑料袋扔的到处都是。看完，我气得我浑身发抖。这不是我家，这是垃圾场。张翠花看警察不帮她，立马开始撒泼打滚。是我让他来看家的啊！是我！他说着又指着我，我看他在外地不容易，房子空着怕招贼，好心让我儿子每天过来看看，帮忙通通风，聚聚人气。谁知道他这么狠的心，居然设个套，叫来警察陷害我们母子，天理何在啊！他颠倒黑白的说辞，让在场的2名警察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禽兽站在一旁，被他妈这通操作搞得面红耳赤，低着头不敢说话。警察没有理会他的哭闹，直接对着我们下令：所有人身份证都拿出来，跟我们回派出所一趟，把事情说清楚。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张翠花也只得低头照做，而我站在自己家的废墟中央，内心一片冰冷。到了调解室，在警察的轮番询问下，禽兽那点可怜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他承认钥匙是他妈张翠花偷配，可张翠花一听儿子全招了，立刻开始新一轮的哭闹。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借用一下，借用，我们又没偷他东西。父亲啊，阿姨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我们孤儿寡母不容易啊！我冷眼看着他的表演，直接拿出手机给负责调解的民警看。警察同志，这不是简单的借用，沙发是我定制的，2万3，现在全是烟头烫的洞，已经报废。地板实木的，1万2铺的，现在被泡得起翘，需要全部更换。还有，我为了这件事连夜从外地飞回来，误工费、机票费，这些都是直接损失。说着，我抬眼直视着张翠花。最后，我的私人空间被侵占，精神受到严重困扰，这个精神损失费我不多要，就2万块，赔钱，这事就算了。张翠花一听要钱，呼声瞬间卡壳，眼睛瞪得像铜铃。下一秒，她出溜一下滑到地上。哎呦，打人了，讹诈了！我们就是借你家打了几天牌，你就要讹我们2万块，这跟抢钱有什么区别？没天理了！见状，警察尽力维持秩序。大妈，你先起来，有话好好说。随后，他转向我，带着商量的口吻：傅先生，您看这个赔偿金额有点高，他们家的情况也要不个退一步。听完，我还没来得及发话，张翠花就从地上爬起来。我赔500，够你请人打扫了，不能再多了。而我则被气笑了。500，打发要饭的吗？我不接受调解。警察同志，谢谢你们，我会走法律程序。说完，我走出派出所，可张翠花和禽兽就跟在我身后，像2只讨厌的苍蝇。黑心肝，年纪轻轻就这么毒，小心以后生孩子没屁眼。为了几个钱，要把人往死里逼，你会遭报应的。听着2人的咒骂，我没有回头，径直走回我的小区。一回到家，我便拨通了闺蜜柳如烟的电话。嫣嫣，你现在忙吗？没事，你先别管我。你怎么样了？那对极品母子怎么说？闻言，我直接把派出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谁知柳如烟听后，直接原地爆炸。我靠，500块，他怎么不去死？这不就是明抢吗？青青，你等着，我现在就过去，我非撕烂那老巫婆的嘴。不用了，这场仗我要自己打，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第2天，我联系的家政公司上门打扫，我没在家监工，而是去了5金店，订了高级门锁，要求当天安装。做完这一切，我找了家咖啡馆坐下。这时，我的手机疯狂震动，是业主群，消息提示99加。我点开，全是张翠花带着哭腔的语音。各位老邻居，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麻烦大家。楼上那个叫父亲的小伙，他要逼死我们母子。我看他房子空着，好心让我儿子去帮他看看，结果他倒打一耙，说我们弄坏了他家东西，张口就要2万块。我们就是普通退休家庭，哪有那么多钱啊？
我儿子被他逼的都要去跳楼了。因为张翠花的话极具煽动性，立刻就有好心邻居冒了出来。哎，小青，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各退一步嘛。张阿姨一个人带大禽兽也不容易，你就大度一点吧。面对这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和事佬，让我觉得无比恶心。紧接着，物业王经理也发来私信，希望我能大度处理。看完，我气得笑出了声。我的家被人糟蹋得像个垃圾堆，现在所有人却跑来劝我大度。我找到昨天在派出所拍下的公安行政调解告知书照片，然后我将这张照片甩进了业主群，并配文：私配钥匙，非法侵入住宅，造成财物损失，拒绝赔偿。如今还造谣污蔑受害者，请问各位劝我大度的邻居，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你们家，你们还能这么大度吗？我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群里瞬间安静了。然而死寂只持续了几分钟，几个陌生的头像开始冒出来，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我。一个外地来打工的，牛什么牛？就是看我们张阿姨老是好欺负，典型的欺软怕硬。我一眼就看出来，这肯定是张翠花注册的马甲，或者她找来的亲友团。我没有再回应一个字。之后，张翠花发现线上攻击无效后，直接把战场转移到了线下。她开始在我家门口的楼道里堆放垃圾。夏天闷热，那味道能把人熏晕过去。苍蝇蚊子嗡嗡的开着派对。我找了物业，王经理派了保洁过来清理，嘴上也说着会去警告张翠花，但第二天那堆垃圾又会准时出现，而且张翠花还会在半夜故意制造各种刺耳的噪音。更无耻的是，她每次制造完噪音，都会立刻在业主群里恶人先告状。楼上又开始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有没有点公德心？这一次我没有再去找物业，我在网上下单了针孔摄像头，安装在我家门口猫眼的位置，镜头对准楼道。到了凌晨2点，我被楼下的拖拽声吵醒。我打开手机，画面显示张翠花正费力的在楼道里拖着铁皮柜来来回回，乐此不疲。我冷静的录下了这一切。第二天，她堆放垃圾的时候，也被摄像头拍得一清二楚。我将这2段视频剪辑成一个短片，然后直接发到了业主群。请大家评评理，一个天天哭诉被我欺负的老人，半夜2点不睡觉，在楼道里拖柜子，制造噪音，恶意在我家门口倾倒垃圾。请问张阿姨，您这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制造新问题？请问张阿姨，您这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制造新问题？由于视频证据确凿，整个业主群再次陷入死寂。几秒后，住在我们这栋的邻居打破了沉默。我就说嘛，我家也经常半夜听到怪声，还以为闹鬼了，原来是他搞的鬼。没错，他家门口也经常不清爽，这个人太不讲道理了。舆论的风向开始彻底反转。看完，张翠花在群里用语音开骂。最后，王经理大概是怕事情闹得更难看，不得不动用群主权限，将他暂时禁言。我看着手机屏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舆论战的势力让张翠花消停了几天，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我必须化被动为主动，我的目标从他身上转移到了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禽兽。我开始不动声色地调查他。在小区居民口中，我得知了禽兽是个无业游民，28岁，眼高手低，整天和一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好赌，欠了不少外债。之前在我家开的那个麻将局，根本不是朋友间的娱乐，而是在抽水赚钱，企图填补他的债务窟窿。这时，我心中有了大胆猜测，他很可能不止一次利用我的房子进行这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活动。我的家成了他的免费赌场和避风港。一个计划在我脑中迅速成型。我开始有意无意的在小区的公共区域，比如电梯里、快递站和邻居聊天时，无意透露一个消息。唉，这房子住着闹心，邻里关系也处不好，我准备卖了。最近会有很多中介带人来看房，到时候可能会有点吵，大家多担待。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小区。我相信，也一定传到了张翠花母子的耳朵里。如果房子卖掉，他们这个免费会所不就泡汤了？我倒有些好奇了，张翠花会想出什么蠢办法对付我呢？张翠花的报复来得既愚蠢又恶毒，她开始在小区里四处散播谣言，说我的房子是凶宅。那家风水不好，以前住户就出过事，谁买谁倒霉。我看那个小伙子印堂发黑，迟早要出事。他变得有鼻子有眼，一些上了年纪的邻居还真信了几分。当有中介带着客户来看房时，他更是变本加厉，要么在楼下大声播放哀乐，要么就冲到客户面前，神秘兮兮地说这房子不干净，闹鬼。几波潜在的买家都被他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给搅黄了。中介气得打电话跟我投诉，但我却让他稍安勿躁。时机到了，我给闺蜜柳如烟打了个电话，嫣嫣，帮我个忙，演场戏。第二天，柳如烟开着她那辆骚包的红色跑车，打扮成一个不差钱又有点不信邪的富家女，大张旗鼓的来看房了。她故意在楼下和中介大声交谈，确保张翠花能听见。什么凶宅？我这人命硬，专治各种不服，我倒要看看这房子有多凶。话音刚落，张翠花果然上钩了。她像往常一样凑了上来，开始对柳如烟添油加醋的描述我这房子的恐怖历史。而柳如烟口袋里一支小小的录音笔，正在忠实的记录下她说的每一个字。柳如烟装作将信将疑的模样。阿姨，你确定吗？你要是敢骗我，我可饶不了你。而张翠花呢，为了阻止卖房，已经口不择言。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那血流了一地。说着，张翠花像是在躲避什么，大声警告柳如烟：“你快点走吧，姑娘，小心惹火上身。你快点走吧，姑娘，小心惹火上身。”哦，这样啊。柳如烟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手里却不忘按下录音完成的按钮。计划正在悄无声息的进行着。挂断柳如烟发来搞定信息的电话，我没有拿录音去找物业，也没有在业主群里曝光。我知道
对付这种滚刀肉，必须上强度进行降维打击。我拿着那支录音笔，直接去了小区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在接待室里，我面对着2位看起来颇有级别的领导，态度不卑不亢。我没有提之前那些鸡毛蒜皮的噪音、垃圾纠纷，那些只会让人觉得是邻里矛盾。我只强调一点，我作为本小区的业主，在正常出售个人合法房产的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了邻居张翠花女士的严重侵害和恶意诽谤。说着，我按下了录音笔的播放键，张翠花那尖利、恶毒的声音清晰地回荡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房子闹鬼，谁买谁倒霉。我亲眼看见的，血流了一地。2位领导的脸色随着录音的播放变得越来越严肃。恶意造谣阻挠他人房产交易，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邻里口角，性质完全不同。街道办的领导当即表示非常重视，立刻打电话联系了物业公司的负责人王经理和片区民警。一场由街道办牵头、社区、民警、物业、当事人4方参与的调解会，在第2天下午紧急召开。张翠花和禽兽被电话通知，强制要求必须参加。会议室里气氛严肃，张翠花母子坐在我对面，脸色发白。领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领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话音刚落，领导根本不理他，而是示意我来讲。我站起身，打开我带来的笔记本电脑，连接上投影。我没有哭诉，也没有指责，我只是陈述从头到尾发生的所有事情。我展示了完整的证据链。第1页，禽兽在我家聚众打牌的开门视频。第2页，家里被破坏的惨不忍睹的各角度照片，附带财务损失清单。第3页，张翠花在派出所撒泼耍赖的监控录像片段，这是我特意花钱找派出所门口的商铺老板要的。第4页，他在业主群造谣的聊天记录截图和我甩出调解告知书的打脸瞬间。第5页，他半夜在楼道制造噪音、倾倒垃圾的监控视频和分贝记录。最后，我播放了那段关键的他恶意造谣我房子是凶宅的录音。每展示一份证据，张翠花的脸色就白1分。当所有证据全部呈现完毕，张翠花的脸已经变成了铁青色，一旁的禽兽更是全程把头埋在胸口。证据链完整、清晰，无可辩驳。在街道办领导和民警的强大压力下，张翠花被迫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鞠躬道歉。父亲，对不起，是我们错了。那句对不起，张翠花说的咬牙切齿，并且张翠花还被责令必须赔偿我1万元的财务损失。1周内付清。走出会议室，我长舒一气。我知道这一仗我赢了，但我也知道这梁子结下了，他这种人不可能就此罢休。果然，新的恶心事又来了。张翠花发现我家空调外机平台上预留了一个放花盆的水泥台，这个位置非常刁钻，在我家窗户下面，从我家里看不到，门口的监控也拍不到这个点。于是，张翠花开始往那个平台上扔垃圾。由于天气炎热，那些垃圾很快腐烂发酵，一股臭气熏天的气味扑面而来，还吸引了一堆蚊虫。我被恶心的几天吃不下饭，找物业没证据，报警，警察也不可能为这点事天天来蹲守。难道我真的拿张翠花没办法了吗？我被逼到了一个死角，忍无可忍。既然常规方法没用，那就别怪我用魔法打败魔法。那天下午，我去了菜市场，买了一大块带着肥膘的猪五花肉。回到家，我找来结实的麻绳，将猪肉牢牢捆住。然后我打开书房的窗户，将这块猪肉掉了下去，长度调整的刚刚好，正好悬在张翠花家主卧窗户的正上方，距离她家窗台不到半米。猛烈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也炙烤着那块新鲜的猪肉。第1天，猪肉被晒出了油；第2天，它开始散发出一种腐败的腥气；第3天，那味道已经升级为足以让10米内生物窒息的剧烈尸臭。绿头苍蝇在上面举行着盛大的狂欢，风一吹，那销魂的气味就精准地灌进张翠花家的窗户，效果立竿见影。当天晚上，张翠花就在业主群里疯了。谁家这么没公德心，在窗户外掉了块臭肉，臭死人了！还有没有王法了？真是过分！王经理，你们物业难道就放任他们这么做吗？他疯狂@物业王经理，要求彻查。看着张翠花气急败坏的模样，我心里一阵畅快。我怎么可能放过他？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刻。我慢悠悠地在群里打字回复。咦，奇怪了，我家这几天没人住啊，怎么会有猪肉呢？之后我还不忘发一个无辜的表情。哦，对了，可能是楼上哪家不小心掉下来的吧？哦，对了，可能是楼上哪家不小心掉下来的吧？说起来也真奇怪，我家的空调平台上也经常有楼上不知道哪家掉下来的厨余垃圾呢，都长蛆了。哎，现在的人啊，素质真是参差不齐。我这一语双关的话，群里但凡知道前因后果的邻居全都看明白。呼哧，楼上掉猪肉，楼下掉垃圾，这楼风水不行啊！可不是嘛，恶人自有恶人磨，这叫一物降一物。有些人就是这样，不让他自己尝尝那滋味，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恶心。群里的邻居们纷纷开启了嘲讽模式。张翠花看着这些话，气得在群里发了一连串的感叹号和问号，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他总不能承认空调平台上的垃圾是他扔的吧？他吃了这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脸都被气绿了。第2天，我家空调平台上的垃圾不见了。又过了2天，那块已经功成身退的生化武器猪肉也被我悄悄收了回来。楼道里终于恢复了久违的清静。张翠花是被我恶心的不敢再作妖了，但她那个宝贝儿子禽兽却自己引爆了一颗更大的炸弹。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家休息，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和叫骂声，几个脖子和手臂上都露着纹身的壮汉堵在我们单元楼的门口，中气十足地冲着楼上大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不还钱打断你的腿！禽兽，我要你出来，你听见了吗？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不还钱，打断你的腿。禽兽，我要你出来，你听见了吗？原来是讨债公司的人找上门了。禽兽之前欠下的赌债，利滚利已经到了一个他根本无法偿还的数目。之前在我家开的那个所谓的麻将局，抽的那点水，对于他的债务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张翠花吓得把门锁得死死，根本不敢露面。那些讨债的人见叫不出人，就开始了更激进的行动。他们掏出红色的自喷漆，在墙壁上喷上了几个血红的大字：禽兽欠债还钱。整个楼道瞬间变得像犯罪现场，触目惊心。这下彻底捅了马蜂窝，小区的业主们全都炸了。业主群里王经理的消息刷了屏，大家怨声载道，纷纷要求物业给个说法。张翠花躲在家里，眼看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居然还想把祸水往我身上引。她在群里用小号发言，都怪楼上那个扫把星，如果不是他把事情闹那么大，我儿子怎么会走投无路？这颠倒黑白的逻辑，连我都看笑了。我直接在群里用大号回复他：谁赌博谁欠债，谁借钱谁还钱。一个快30岁的成年人，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我的话得到了群里压倒性的支持。就是自己儿子不学好，怪邻居。这种人就是祸害，赶紧把他们赶出小区。然而，讨债的人并没有因为这点小风波而罢休，他们开始天天来闹，一见警察就跑，警察一走就回来，像膏药一样粘着。终于，业主们忍无可忍，几十户人联合签了名，向物业和业委会正式施压，要求解决张翠花家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王经理被搞得焦头烂额，他几次三番上门和张翠花沟通，得到的只有哭闹和谩骂。我从猫眼里看着这一切，内心一片冷漠。张翠花，你为你儿子种下的恶果，现在也该咽下去了。被讨债公司和社会舆论双重夹击的张翠花，走投无路之下，想出了一个更恶毒也更愚蠢的主意：卖惨升级，求助媒体。可惜有我在，我岂能让他如愿？张翠花联系了一家专门做民生调解类的电视节目，在记者的镜头前，她一把鼻涕一把泪，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含辛茹苦、爱子心切，却被冷血邻居逼到绝境的单亲母亲。之后，她更是声泪俱下的控诉我如何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对他们这对弱势母子步步紧逼。但她绝口不提儿子赌博欠债、私配钥匙侵占房子的事，只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被欺凌、无助的形象。节目组为了收视率和话题度，显然很吃这一套。他们采纳了张翠花的片面之词，并且大张旗鼓地放出了节目预告，标题起的极具煽动性，是邻里纠纷还是恃强凌弱？单亲母亲的血泪控诉。柳如烟在本地的朋友圈里看到了这个预告，第一时间就截图发给了我，气得她直接打电话过来骂娘。这老巫婆是想让你社会性死亡啊，太恶毒了。闻言，我非但没有慌张，反而觉得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机会来了。我立刻通过电视台公布的栏目热线联系上了节目组，我表明身份，并明确表示我愿意接受采访，以当事人的身份在节目中还原事情的全部真相。节目组一听，喜出望外，有冲突，有对峙，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爆点。挂掉电话，我将我手中的证据全部整理成一个逻辑清晰的 PPT。为此，我还私下联系了几个同样深受张翠花骚扰之苦，但之前敢怒不敢言的邻居。当我把所有证据摆在他们面前，并承诺会在节目中对他们的身份进行匿名处理后，他们都表示愿意为我作证，一切准备就绪。我给柳如烟回了个电话，语气里带着一丝期待，等着看好戏吧。张翠花，你以为媒体是你的救命稻草？不，那是我为你准备的公开处刑台。节目组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将直播调解的地点就设在了我们小区的中心花园。现场架起了摄像机、打光板，主持人拿着话筒，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邻居。直播开始，张翠花按照事先排练好的剧本，一上来就开始哭诉。她哭诉自己如何守寡多年，含辛茹苦地拉扯大儿子；哭诉儿子如何不懂事，只是借用了一下空房子；哭诉我这个冷血的邻居如何不念旧情，狮子大开口讹诈2万块。现场的气氛瞬间对我变得非常不利，周围邻居的窃窃私语，摄像机后工作人员同情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终于轮到我发言，我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径直走到主持人面前，要过一个话筒，并让工作人员将我的电脑连接到现场的大屏幕上。之后我开口了：主持人，各位邻居，我想事实是最好的语言。说完，我按下了播放键。大屏幕上首先出现的是我用钥匙开门后，禽兽和他那群朋友在我家乌烟瘴气打麻将的视频，现场一片哗然。紧接着 PPT 翻页，一张张我家里被破坏的惨不忍睹的照片和那张2万块的赔偿清单清晰地展示在所有人面前。然后是我从派出所门口商铺要来的监控录像，画面里张翠花在地上撒泼打滚，丑态百出。再然后是她在业主群造谣的截图和我甩出官方调解告知书的打脸瞬间，是她在楼道里倾倒垃圾、半夜拖拽家具制造噪音的红外监控视频，是她恶意造谣我房子是凶宅，企图阻挠我卖房的清晰录音。证据一环扣一环，像一把把重锤，狠狠地砸在现场每一个人的心上。张翠花的脸色从最开始的悲愤到错愕，到慌乱，再到此刻的死白，最后变成一片铁青。我则放出最后一段视频，是讨债公司上门用红漆喷字的画面。我拿回话筒，开始了我的独白。她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可怜母亲，她是一个纵容儿子非法侵占、赌博欠债、破坏公共环境的帮凶和同谋。我们也不是什么冷血的邻居，我们和在座的各位一样，都是他家种种恶行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们所有人被侵犯的安宁和权利。我的话音落下，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几秒钟后，山呼海啸般的议论声彻底引爆，直播间的弹幕更是瞬间被支持小姐姐、老巫婆滚出去、恶有恶报的评论刷满了屏幕。主持人目瞪口呆，完全愣在了原地，而张翠花更是在众人的指指点点中，两眼一翻，晕了过去。那场直播让张翠花母子在本地彻底一战成名，他们成了邻里间的笑柄，社区里的负面典型。出门买菜被人指指点点，在小区里散步被投来鄙夷的目光。禽兽更是没脸见人，整天躲在家里。之前和他称兄道弟的牌友，现在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讨债公司也通过节目看到了他们家的窘境，知道这家人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索性撕破了脸，开始用更激进的手段逼债。他们不再是晚上来，而是大白天就守在单元门口，见人就发传单，上面印着禽兽的照片和欠债信息，搞得人尽皆知。张翠花的老家亲戚也从网上看到了节目，纷纷打电话来指责他教子无方，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在巨大压力下，张翠花精神几近崩溃，物业在全体业主的强大压力下，也终于硬气了一回，正式向他们家下达了书面最后通牒，如果再因为他们家的债务纠纷影响小区公共秩序和安全，将联合业委会通过法律途径强制他们搬离。而我则在这场风波中意外地迎来了转机。我把房子重新挂牌出租，因为这次的直播事件，我的房子反而成了网红房，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里发生的故事，称之为正义之屋。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最终我以一个高于市场价15%的价格，把房子租给了一位在附近律所上班的年轻律师。他签合同的时候笑着对我说：“傅先生，我很欣赏你的做法，租你的房子，我觉得有安全感。”闻言，我感到十分欣慰。这个世界终究是邪不压正，而走投无路的张翠花想到了最后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路，卖房还债。但因为他们家在小区乃至整个片区都声名远扬，房子挂了很久都无人问津。最终，这套房子被一个精明的投资客以一个远低于市场价近30%的价格给买走了，买来简单装修一下，就当出租房用。张翠花母子拿着卖房剩下的那点钱，还完赌债和利息后，几乎所剩无几。他们在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在一个阴沉的下午，我看到一辆货车停在楼下，他们灰溜溜地搬走了所有的家当，据说搬回了乡下老家。但丑事传千里，在老家，他们也因为这件事抬不起头来。曾经游手好闲的禽兽，为了生计，也不得不去做那些体力活。小区终于恢复了平静。后来，我和新租客那位年轻的律师成了不错的朋友。他告诉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每个现代公民的必修课。我的案例甚至被他当成了律所的内部分享教材。一个周末，我回到了我的房子，新租客把它打理得很好，一切都那么干净、明亮、安宁。这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面对侵犯你边界的人，退让和宽容从来都不是美德，那只会助长对方的气焰，让其变本加厉。唯有逻辑清晰、证据确凿、坚决到底的精准反击，还是对自己、对规则乃至对他人最好的善良。